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赛车手身份回归，三大品牌集结凸显顶级商业价值。赛车还没有点燃引擎，关于赛道的讨论却已经提前升温。当新赛季的气息逐渐逼近，85号赛车手王一博的名字再一次成为赛车圈与大众视野中的焦点。随着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即将在4月18日至19日拉开帷幕，这位兼具演员与赛车手身份的公众人物将携手首席能量官天丝集团旗下的红牛品牌、官方潮流官 Undefeated 以及联合共创官 HELLY 汉森海利汉森，共同迎接这场备受期待的赛事。三大品牌的同时集结，让这次回归赛道的故事拥有了远超普通赛事合作的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一个赛车手重返赛场，更像是一场横跨潮流、运动与户外领域的多维联动，一次以个人 IP 为核心展开的品牌叙事。事实上，在赛车引擎真正轰鸣之前，围绕这次合作的关注已经在不同圈层迅速扩散。对于赛车迷来说，王一博的回归意味着85号赛车将再次驶上赛道；对于品牌与商业观察者而言，这更像是一场典型的跨界合作案例。当红牛、Undefeated 与 HELLY 汉森三大品牌在同一阵营集结时，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赞助关系，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品牌联动结构。能量饮料、街头潮流与专业户外装备，这三个看似分属不同领域的品牌，却因为一个共同的核心王一博的赛车事业，而在同一时间被串联在一起。对于很多长期关注王一博的人来说，85这个数字早已不再只是一个赛车编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为一种象征，一种与赛车文化紧密绑定的符号。从最初出现在赛车服和赛车尾翼上的数字，到如今频繁出现在潮流联名与粉丝文化中，85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叙事线。它不仅代表赛道上的身份，也在不断延伸到更多文化语境之中。这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积累中逐渐形成的。随着赛车事业的发展，85号逐渐从一个简单的比赛编号，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识别、被记住、被传播的符号。当这个符号与王一博本人的公众形象结合时，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强化的关系。一方面，赛车让85号拥有了真实的竞技意义；另一方面，王一博的个人影响力又不断扩大着这个符号的文化传播范围。如果再把视角放得更广一点，就会发现王一博如今所拥有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赛车 IP。在过去几年里，它逐渐形成了三条相对独立却又彼此呼应的发展线索：影视内容、赛车运动以及户外探索。纪录片探索心境的出现，让探索者这一身份逐渐清晰。赛道上的85号赛车手则为他的公众形象增加了真实的竞技维度，而影视作品则依然构成了大众最熟悉的部分。三个不同领域的 IP 相互交织，使他的个人版图呈现出一种多维度的结构。这种结构在当下的娱乐产业中并不常见。很多艺人的职业路径往往集中在单一领域，例如影视、音乐或综艺，而王一博却在多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时发展。演员、赛车手、探索者，这些身份并不是简单叠加的标签，而是在不同场景中不断被验证的真实角色。正因为如此，他所拥有的影响力也呈现出跨圈层的特点。影视观众、赛车爱好者、户外运动群体以及潮流文化群体都能够在他的不同身份中找到共鸣点。在这样的背景下，Undefeated 的加入显得格外引人关注。
作为美式街头文化的重要品牌之一 ，Undefeated 以标志性的5条杠 logo 而闻名。这个象征不败的符号，在街头文化中代表着胜利与坚持，也承载着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多年来 ，Undefeated 在潮流领域建立了极高的辨识度，被许多潮流爱好者视为美潮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 ，Undefeated 与 Hellly Hansen 之间也存在着有趣的联系。这2个品牌都与雅戈尔集团存在投资与合作关系，因此当他们同时出现在王一博的赛车阵容中时，整个合作关系就不仅仅是单一品牌赞助，而更像是一种系统化的品牌协同。街头文化与专业户外装备本来属于不同的消费场景，却在赛车这个运动语境中实现了连接。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种合作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象征意义。赛车本身就是一种融合速度、技术与品牌形象的运动，它既具有竞技属性，也具备极强的商业传播能力。当潮流品牌、户外品牌与能量饮料品牌在同一项目中出现时，实际上构建了一种完整的消费场景，从街头文化到户外探索，再到极限运动的能量补给，形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生态链。而对于许多粉丝而言，这次合作还带着一层更加浪漫的意味。王一博曾多次提到，自己从小就喜欢街头文化，而 Undefeated 正是他少年时期非常喜爱的品牌之一。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少年时代钟爱的品牌往往代表着一种审美启蒙，也象征着某种文化认同。当一个人从喜欢某个品牌的少年成长为能够与这个品牌并肩合作的成年人，这种变化本身就像是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一次交汇。因此，当 Undefeated 正式出现在王一博的赛车合作阵容中时，很多粉丝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受。曾经那个在少年时代仰望的潮流品牌，如今竟然成为与偶像共同出现在赛道上的伙伴。这样的情节似乎带着一种故事般的浪漫色彩，也让这次合作拥有了情感层面的意义。与此同时，从更宏观的商业角度来看，这次合作也展示出王一博个人 IP 所具备的强大价值。当很多公司仍在研究如何打造一个成功的 IP 时，他却已经在多个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叙事体系。影视、赛车、户外探索这3条发展线不仅相互独立，也在不断互相强化。影视作品带来大众影响力，赛车运动提供真实竞技场景，而户外探索则进一步拓展了生活方式的维度。当这些元素汇聚在一起时，一个更加立体的公众形象便逐渐形成。这个形象不再只是娱乐圈中的明星，而更像是一种跨界发展的范例。演员的影响力让他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赛车手的身份则让他进入专业体育领域，而探索者的角色又让他的形象与自然、冒险和未知世界联系在一起。这种多维度身份也让他的商业合作呈现出更多可能性。潮流品牌可以借助它的街头文化背景进入年轻群体，户外品牌能够通过它的探索故事获得更真实的场景表达，而运动品牌则可以通过赛道建立与速度和竞技相关的叙事。当这些不同领域的品牌围绕同一个核心人物展开合作时，整个商业结构就会变得更加稳固。随着4月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赛道的即将开启，人们也开始重新关注85号赛车手的下一步故事。对于赛车迷来说，这意味着一场新的比赛即将开始，而对于品牌与商业观察者来说，这更像是一个新的叙事节点。当赛道再次开启，85号的出现不仅是一名车手的回归，也可能是一个更大故事的序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合作的官宣方式也透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信号。由王一博主导的官宣叙事，
以及对合作伙伴身份的定义方式，让整个合作关系呈现出一种以个人 IP 为中心的结构。在传统的品牌合作中，往往是品牌占据主导地位，而艺人则作为代言人参与其中。但在这次合作里，叙事的中心明显围绕着王一博展开。这种变化意味着，当一个人的个人 IP 足够强大时，他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品牌中心。不同领域的品牌会因为这个中心而产生连接，形成一个围绕个人影响力展开的合作网络。在这种结构中，个人不再只是品牌传播的媒介，而成为整套叙事体系的核心节点。也正因为如此，当三大品牌同时出现在85号赛车的阵容之中时，人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赞助合作，而是一种以个人影响力为驱动力的跨界联动。从潮流文化到户外运动，再到专业赛车竞技，这些看似分散的领域被重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更加广阔的版图。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才会感叹王一博所展现出的跨界能力。当娱乐、体育、潮流与户外这些不同领域被连接起来时，一个全新的个人 IP 形态正在逐渐形成。它既包含明星的公众影响力，也拥有真实的运动场景，更具备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延展空间。随着赛季的临近，85号赛车即将再次驶上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赛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的开始，也是一段新故事的起点。当引擎真正被点燃时，速度与激情将重新回到赛道之上。而在赛道之外，由王一博所连接的那些品牌与文化，也将继续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展开新的叙事。或许正是在这种跨越娱乐、运动与生活方式的多重维度之中，人们才真正看到了一个跨界王者所拥有的力量。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